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周易里的第六卦讼卦。可能很多朋友听到“讼”这个字，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、争吵。其实它背后包含了非常深刻的人性、风水、易理和术数的智慧。今天从讼卦的卦象本源、易理哲学、风水堪舆、术数实战、六爻断卦、现实化解，一口气聊一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概念。讼卦和虚卦是一对兄弟，一个和谐，一个争讼。虚卦水天相从，顺势而为，就好像天上的云跟着风漂浮，最终化成雨，滋润大地，象征顺天应人，耐心等待。而讼卦天水相背，尾行而争，天往高，水往低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，互相不配合，就容易产生冲突。现实生活中很像家庭里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，如果大家都顺应彼此、理解彼此，家庭和睦，这就是虚卦的状态。反之，如果父母强硬，孩子叛逆，各执己见，家庭矛盾不断升级，那就是讼卦的体现。这里的哲学智慧就是顺势而行，中和为本，背离规律必生纷争，也是风水里的理念。顺应气场，布局得当，才能让家庭、事业、人际都平顺。讼卦上天下坎，上边是天，下边是水，本来是同类，但方向相反，导致冲突。天主阳，高远、刚健、光明，象征有原则的人；水主润、柔和、柔顺、下沉、滋润，象征柔和者、资源与民众。如果天一味往上升，而水一味往下流，那他们就无法沟通，无法互动。比喻到人身上，一个人高傲自大，不愿沟通协作；另一个人温顺退让，却找不到支撑。久而久之，就容易产生摩擦，产生争讼。风水上也是，如果家宅布局高低错位，上下层气流不通，就容易出现人际争执、家庭矛盾或财务不顺。这个逻辑非常好理解。同源之物，如果方向违背，就会对立。在风水堪舆中，也强调上下、东西四方布局要和谐，否则就会气逆而生灾。我们开篇先定调，讼卦不是教你打官司，是教你不打官司。很多人一看到讼字，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、告状、吵架、争斗。但其实易经里的讼卦核心不是教你怎么争赢，而是教你怎么不争，怎么只争，怎么无讼。孔子说：“听讼，吾忧人也，必也是无讼乎？”意思是判案子我跟别人差不多，但我最高的追求是天下没有官司，没有矛盾，没有争斗。讼卦就是易经给所有人的指争宝典、必凶教科书、人际和谐说明书。它告诉你人为什么会吵架，家庭为什么会不和，生意为什么会翻脸，风水为什么会招是非，命理为什么会犯官非，怎么从根源上杜绝矛盾。如果真遇上事儿了，怎么止损，怎么避险，怎么全身而退。今天这一讲我分成了6大块。第一，卦象本源，天水为形，为什么一被盗就必争？二，争讼的根不在别人，在你自己失了中和。三，风水堪舆，家里哪里出了问题，会招口舌，招官司，招小人。四，术数实战，梅花易数六爻，八字里讼卦怎么断？五，从初六到上九，争端每一步怎么应对？六，圣人无讼之道，普通人也能学会的避讼、息讼、化讼的秘法。咱们先从卦象本源天水为形，背道而驰，必生争端来聊一聊。先看卦象，上乾下坎，天水讼。上卦乾为天，阳气刚健向上，光明高傲；下卦坎为水，阴气显现向下，暗昧流动。天的本性是往上升，越升越高，远离地面；水的本性是往下流，越流越低，归于低洼。一个拼命往上，一个拼命往下，方向相反，气场相冲，互不交接，互不配合，这就叫天水为形。易经讲阴阳相交则吉，阴阳不交则凶，相通则和，相悖则争。虚卦是水天虚，水在天上，云行雨施，阴阳相通，所以是等待、和谐、滋养。把虚卦翻过来就是讼卦，相通变相悖，和谐变争斗。所以讼卦的本质就一句话：方向反了，心气逆了，
气场断了，必争、必送、必凶。放到人身上就是我要往东，你要往西；我要妥协，你要硬刚；我要沟通，你要冷战；我要公平，你要自私；我要包容，你要计较。心不往一处想，劲儿不往一处使，同床异梦，同室操戈，同行相期，这就是宋卦之象。再深一层，天一生水，本是同源。天和水本来是一家人，是相生相成的关系。云来自天，雨归于地，水循环，生生不息。为什么同源反而成仇？因为位置错了，方向错了，节奏错了。天不该只升不降，水不该直流不成，人不该至刚不柔，直利不利他，至争不让。宋卦给我们的第一个终极警示：所有矛盾都不是因为对方坏，而是因为我们背离了中道。接下来就是宋卦的义理哲学，争讼不是外因，是你失了中和。宣生讲义理讲得最透，天下之所以有争者，必因于利害之不齐；人物之所以相送者，必由于情性之偏激。失其中正，则无以治均平；背乎太和，则无以调虚实。此争讼必失于失中和也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世上有矛盾，表面是利益不均、分配不公，根源是你自己性情偏激、内心失衡、失去中正。什么叫中和？中不偏不倚，不过度，不极端；和是包容、柔顺、相通，不冲突。守住中和，就是有理也让人，得理也饶人；有利也分享，有功也谦让，有气也克制，有怨也化解，有欲也节制，有求也适度。一失中和，人就变成刚强太过，变成暴躁、固执、好胜；软弱太过，就变成压抑、委屈、爆发；自私太过，就变成贪婪、算计、排他；情绪太过，就变成冲动、易怒、记仇。宋卦里把人分成了两种状态：虚卦的状态，情不离性，欲不循物，以理为首，以静为行，和谐无争；宋卦的状态，主无欲，子情绪，忘理境，失本心，争端四起。所以圣人说，宋非外来，皆由内起。你心里不平，外面就有事；你心里不争，外面就无讼。这就是宋卦最高的哲学：止讼先止心，息争先息气。下面是宋卦的风水堪舆：宋气入宅，家务宁日；风水破宋，阖家安宁。这一段我直接讲能落地、能自查、能调整的风水干货，不讲虚头巴脑的理论。什么是宋卦气场？家里一旦形成上刚下显、天水相悖的格局，就是宋气。宋气主口舌是非，天天吵架，夫妻不和，父子相责，小人缠身，背后捅刀，官非诉讼，破财招灾，邻里矛盾，亲戚反目。家里面这6个位置最容易招宋气，请自查。西北方千位犯煞，最招官非，最招强势压迫。西北为谦，对应天男主人，事业官贵，刚气。西北方位见尖角煞、电线杆、路冲、铁塔、高楼压迫，天气过刚，家人脾气暴躁，固执好胜，爱争执。男主人易犯官非，合同纠纷，职场斗争。西北方见污水、厕所脏乱、破损，这样就主天水相克，家运不顺，是非不断。正北方坎位脏乱、潮湿、阴暗，最招阴邪是非，小人爱害。正北为坎，对应水、智慧、小人、阴私、险险。正北方有厕所、污水、垃圾、杂物堆积，这样坎气过浊，阴人作祟，背后造谣，暗中使坏，容易遇到骗局、合同陷阱，被人算计。正北方见刀煞、镜煞、开口煞，这样容易口舌极重，家人相互猜忌，容易冷战。客厅天翻水覆，全家不和。客厅代表全家气场，吊顶过高，灯光过冷，造型尖锐，这就是天气过刚。地面过低，潮湿、深色、阴暗，这就是天气过险。这样就会上纲下显，家人各怀心事，天天吵架。卧室如果是天水相冲，则会夫妻反目、离婚、家暴。夫位在西北，妻位在正西，若两宫相冲，
则会夫妻性格对立，话不投机，半句多；床头靠北或者床尾朝西北，则会天水为刑，同床异梦，争吵不休。如果大门是刚弦相对，进门就是是非；如果大门正对着电梯、楼梯或者墙角，这就是刚气冲宅，进门就烦，出门就吵。如果大门内昏暗、狭窄、压抑，这就是内显外刚，家宅不宁，容易着官司。书房如果是迁客坎，则主事业纠纷、合同破裂。书桌坐西北或面向正北，迁客坎，合作必反目，合同必出问题。职场小人多，被下属坑，被上级压。如何化解宋卦的风水？核心思路是化刚为柔，通显为和，补中和之气。一、增加离火光明之气。南方摆长明灯、暖光灯、红色摆件，水火既济，光明破暗，化解坎险，平息口舌。二是补坤土包容之气。西南放陶瓷、大地色、圆润摆件，坤土可以厚德载物，包容一切争端，化刚为柔。三是调天水相通之气。西北保持干净明亮，放圆形金属摆件，化刚为圆；正北保持干爽整洁，放绿植，化险为生。第四是家电整体多用暖色调、圆形造型、柔和灯光，少用冷色、尖锐、黑白对立比较强的装修。记住一句风水口诀：天水为形招宋氏，火土调和家安宁。接下来是术数实战。宋卦在梅花易数六爻八字里怎么断？梅花易数如果占不到宋卦，主卦天水宋，总体是有争执、有矛盾、有口舌、有险，易和解，不宜硬刚。如果测人事，主不和、对立、各执一词，沟通失效。测官司则是过程曲折，易调解，中凶，不易打到底。如果测事业，则代表内部矛盾、外部竞争，合作容易破裂。如果测财运，则代表守财不及，投资有风险，合作容易破财。如果是测婚姻，则代表性格相冲，口角不断，难长久。占测出行，则代表不利远行，防纠纷，防意外。如果是占卜寻人寻物，则代表人有二心，物难寻，有隐瞒。断语口诀：天水相违，事不成；刚险相击，是非生。一守一退一和解，一争到底必遭凶。六爻占断宋卦的核心纲领。卦辞：宋有福、至、替、中吉、中凶，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意思是有诚信，但被阻塞、被压抑，必须警惕、谨慎、收敛。中途和解、退让最吉。争到底、硬刚到底必凶，利于找公正权威、长辈或者贵人调解，不利于冒险、远行、做大动作。核心三句话是：宋不可终，终必凶，终吉为上，和解为赢。利见大人，忌自逞强。在八字命理中，与宋气如何判断？八字中出现以下组合，最容易走宋卦运。日主身强，七杀旺而无志，比劫重重，争财争官，伤官见官，口舌是非，阳刃奉冲，冲动好斗，水火交战，心性偏激。宋卦流年大运的特征：是非年、小人年、争执年，合同、文书、官司高发期，易静不易动，易守不易攻，谨言慎行，不签字，不担保，不合伙。宋卦的六爻争端从萌芽到爆发，每一步是怎么救的？宋卦六爻就是一场争端的完整生命周期，从一句口角到冷战，到争吵，到打官司，到两败俱伤。每一爻都是一个选择节点，选对了吉，选错了凶。宋卦初六，爻辞：不庸所事，小有言，中吉。初六爻的象意是矛盾刚萌芽，小事小口角。占断就是不要把小事闹大，不要纠缠，不要记仇。核心秘诀就是小事化了，终吉。揪着不放就会变凶。如果遇到夫妻拌嘴、同事误会、邻里小摩擦，
应当立刻停，立刻忘，立刻翻篇。九二爻辞：不克讼，归而补。其一人300户，无声。他的象意是争不过，打不赢，力不敌。占断要认怂撤退，保命保财。核心秘诀是打不赢就跑，不是输，是智。如果对方人多势众，有理有后台，就不要硬杠，不要斗气，退一步保全自己。63实就得，真利，终吉，祸从王室，无成。63的象意是靠老面子、老交情、旧恩德来化解。如果占得本爻，要守本分，不逞强，不抢功，不出头。决策就是以德化争，以柔克刚。在现实中，就是让长辈、领导或者老朋友来调和，要学会低头认错、感恩，大事化小。九次爻辞：不克讼，复继命，于安贞，吉。九次的象意是争斗输了，后悔了，想回头。占卜到九四爻，就是要改变态度，回归天命，安守本分。九四爻的决断就是知错能改则吉，死不悔改则凶。在现实中，如果闹僵了、闹翻了，想挽回，就要主动道歉，主动妥协，回归正常生活。九五爻辞：宋元吉。九五爻的象意是公正、中正、权威裁决。占断到九五爻，这一爻是唯一的吉爻，公正则吉，偏私则凶。九五爻的决策就是要居中、公正、不偏不倚。在现实中，如果法官、领导、长辈公正处理，就要服从，不闹，不纠缠。上九爻辞：祸兮之盘带，终朝三赤之。上九爻的象意是争赢了，得到了荣誉、地位、利益。占卜到上九爻，则表示中凶，得而复失，反复被夺。上九爻的决断就是靠争来的，必因争而失去。现实中很多打赢了官司，赢得了钱，却丢了名声、亲情或者健康。这爻给我们的警示是，争到最后可能会一无所有。宋卦六爻给我们的一条铁律是：越早停越急，越晚停越凶，争到底可能会全输。圣人的无讼之道，这一段是宋卦的灵魂。如果你学会了，你的一生将远离小人、是非、官非、灾祸。易经大象传：天与水为行。宋君子以做事谋始。谋始就是合作先签清合同，不模糊。借钱先写借条，不口头承诺；合伙先定规则，不要讲哥们儿义气；说话先留余地，不把话说到极端；做事先考虑后果，不冲动做决定。凡事谋始就无讼。守住内心的平衡，不偏激，不刚急，刚则易折，易招祸；不柔急，柔则易欺，易受辱；不贪急，贪则争，争则讼；不怒急，怒则失志，失志必败。终极是宋卦唯一的生路。智替有警惕心，不踩雷。智替是堵住欲望，不贪小便宜；堵住情绪，不随便发火；堵住口舌，不随便乱说；堵住行为，不随便担保签字合伙。警惕一分，平安十分。利见大人就是不自己硬刚，要找公正的外力，找领导、长辈、权威或者公正的第三方，不私斗，不报复，不做极端的事，用规则、用公正、用道德来化解。君子不与小人斗，借力化解最上策。讼卦的核心是中凶，争讼是没有赢家的，哪怕你全对、全有理、全占理，但一旦陷入争讼，你就会伤时间、伤金钱、伤感情、伤身体、伤运势、伤福报，赢了官司，输了人生。所以人要格物致知，恢复本心，不被情识蒙蔽。宋卦最深的修行，格物，看清事物的本质，不被表象迷惑；致知，恢复本心良知，不被情绪、欲望控制。心正则事正，心和则事和，心无争则事无讼。讼卦看似是讲争，实则是讲和；看似讲官司，实则是讲修行；看似讲凶险，实则是讲保命。
人生在世，矛盾难免，是非难免，但争与不争是你的选择，凶与不凶是你的智慧。愿你听完这一讲，从此心中有和，口无是非，行无凶险，家无争讼，一生平安，和顺吉祥圆满。这里是道物阅览，下一期我们详细聊宋卦的六爻代表的风水、堪舆、义理的智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